公元631年，玄奘大师32岁，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心中的圣地——印度那烂陀寺。僧人们盛大迎请他进入寺内。玄奘大师终于见到敬仰已久的戒贤论师，以最恭敬的头面接足礼来礼拜戒贤论师。这位僧人，你来自哪里呢？我来自中国大唐，想跟法师您学习瑜伽师地论。戒贤论师在听到玄奘大师的回答后，掩不住内心的涌动，不禁潸然泪下。当玄奘大师向戒贤论师表明要跟他学瑜伽师地论的愿望后，戒贤论师大为激动，热泪盈眶，便请弟子觉贤为大众说明他3年多前的病苦因缘和所做的一个梦境。当时已经高龄100岁的戒贤论师，他的身体呢遭遇到难以忍受的病痛。在3年前有一天，他起了一个念头，他想要断食以求自尽。结果当天晚上呢，文殊师利大士、观音大士和弥勒大士就同时现身在他的梦境里。你的病苦是因为过去世做国王，却不知体恤人民所招得的果报。如果你自尽了，这病苦便没有终了的一日。你应该安忍，并为大众宣言瑜伽师地论等大乘佛法，身体就会好转起来。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位中国法师来跟你学法，你要安忍等待他的到来，然后为他说法。过了3年多了，戒贤论师终于等到这位来自中国的法师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便礼请戒贤论师宣演瑜伽师地论，一同受学的有数千人。玄奘大师在中途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已经是明心见性了，所以他是无私独觉的一个大师。所以当他获得了瑜伽师地论的教导之后呢，他就展现了他无比的智慧，而且因为这样，所以他比一般人更能够贯通。因为这样子，使得戒贤论师呢大为惊叹。后来，戒贤论师知道了玄奘大师的前身是佛世时的10大弟子之一，非常惊叹。哇，真是太好了！没想到，竟然可以和经典上记载的人物面对面的对谈如来的甚深妙理。经由瑜伽师地论义理的熏习，玄奘大师渐渐恢复了往昔所有的智慧正量。当时那烂陀寺受到最尊崇礼遇的法师有10位，玄奘大师是其中一位。他在那烂陀寺修学4年多，精通梵文，与人对谈如流。他37岁时，已经将那烂陀寺大部分的法都听闻修学过了，也已充分的理解。其中瑜伽师地论听过3遍，中论、百论也各听了3遍，
而重要论点也都或一遍或两遍听受完毕。此时，戒贤论师提醒他，应该可以回归中国了。然而，玄奘大师想去参访和巡礼圣迹，同时也想听闻其他法师对于伽师地论的见解。于是告假，暂时离开了那烂陀寺，出发到印度各国参访游历。玄奘大师游历印度诸国，有次来到南印度的陀那杰哲迦国，其城南有一大山岩，是当年清辩论师进入大石山洞中，等待弥勒大士成佛的阿修罗宫的所在。当年清辩论师自负甚高，他不接受这个弥勒大士在论中所阐述的第三转法轮的诸法唯识才是如来的究竟义旨这样的论点。清辩呢，他始终误解般若就是一切法空啊，因此认为第二转法轮所说的般若才是如来所说最究竟的法义。清辩论师心中带着对大乘佛法的疑，只饮水而不进食地修着苦行，转而向观世音大士祈求。3年后，观世音大士怜悯他，现身告诉他，应当求生天上，向当来下生成佛的弥勒大士请益解惑。清辩论师他还是有很深的慢心，他拒绝了观音大士请他上升到弥勒内院去请问弥勒大士的这个法义，他坚持说他要等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他才要来请益。观世音大士早知清辩错误的见解和用心，然而出于无尽的怜悯，于是指引他来到大石洞前。清辩又在经过6年苦行，石洞终于打开。他走入石洞中，等待未来弥勒大士下生成佛。玄奘大师有次来到一处孤山的寺庙，向寺内的观世音大士圣像祈请。弟子有3点虔诚请示观世音大士：第一，弟子是否能顺利平安地将经论带回中国？第二，将来能否升到天上觐见弥勒大士？第三，虽然经典说完全断灭善根的人没有成佛之性，但其实人人都有佛性，是否也可以依之修行而成佛？玄奘大师祈愿以他所抛出的花圈，能够分别套在观世音大士圣像的手上、两臂上和颈上，来显示观世音大士圆满应可他的3个祈愿。结果抛出的花圈都一一套在所求的相对应位置上。在旁围观的民众见此无不啧啧称奇，认为这样的结果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个真实理呢，就是人人都有佛性，纵然曾经造作恶业，到达完全断灭善根的地步呢，未来仍然是有可能改变的。因为在久远之后，假如有因缘修学佛法，就能够将这个断善根的心性转变成不定种性，也就有因缘开启成佛的体性，最后修行成佛。玄奘大师游历的足迹遍及5印度，参访过程中知道南方大岛狮子国有法师能讲解瑜伽师地论。后来这些法师因避难而到印度大陆去了。经玄奘大师询问后，知道这些法师所讲的内容都在戒贤论师所阐释的范围之内。玄奘大师周游参访5印度后，
回到了那烂陀寺。这时，听闻有一位圣君居士善于说法，便前往受学。由于两人心气相应，于是经常对论法义。圣君论师其实他是一个国王非常看重的一个在家修行者，所以摩羯陀满座王还有戒指王呢，都曾经要邀请他封他为国师，可是他都拒绝，所以他显示出一位在家修行者的高风亮节。那玄奘大师跟这个在家居士这个圣君论师呢来学法呢，除了显示玄奘大师他的好学不倦，而且他也不在乎表面的身相，也就是说他是出家或是在家，其实那个表象呢是无关于一个人的智慧的。玄奘大师参访圣君居士，畅述自己对瑜伽师地论的体悟后，再回到了那烂陀寺。此时，戒贤论师便请玄奘大师为大众讲授《摄大乘论》与《唯识抉择论》。当时有一位同在那烂陀寺讲学的狮子光法师，虽然也学习大乘佛法，但却公开批评瑜伽师地论。狮子光他不懂中论跟百论所说的大乘空义，不知道真心如来藏的空性法性是能生万法，不是空无所有的。那狮子光法师呢，反而以六识为根本，误认了第六意识的境界是不生不灭恒常的心，并且以为这个第二转法轮的般若经典胜过第三转法轮的唯识诸经，他就公开评论瑜伽师地论。玄奘大师虽然为狮子光开小道理，但狮子光还是不愿回心转意。玄奘大师不得已，只好造《慧宗论》3000颂，公开驳斥狮子光。《慧宗论》是在会通所谓的空有之争的这个空跟有，让它调和起来，来显示出在轻便之前呢，其实是没有空有之争的。那轻便呢，他们跟狮子光呢，他们就是错误的认为所谓的中道是他们所说的意思。可是其实中道是说离异两边是离生灭的两边，而要有一个不生灭的第八识本体，这个不生灭的本体不会落入生灭的两端，这样才叫做中道。真如它本是第八识如来藏显示的法相，真实而如如，所以呢称为真如。在佛经中呢，有时又以真如直指第八识心体，例如第二转法轮的经典说明真如是出生诸法的本因，那也就是第三转法轮所说的能生万法的第八识，那指的就是如来藏。那中论和百论呢，它都是在阐释佛法，都没有脱离真如就是如来藏的正理。所以呢，第三转法轮与第二转法轮的说法它是一致的，唯有深浅广狭的差别而已。龙树和提婆两位大师都是证悟者，自然知道第八识圆满成就一切法的真实自性，是出生三界一切诸法的本源。所以中论与百论所述的义理都不离八识的正理。不信八识正理的人，他一定没有办法去发起去寻觅第八识的这样的一个寻觅的心，同时他也就没有办法来观察到中论他所说不离两边的这个不生灭的这个中道性，因此呢，他一定会产生落入两边的这个果实。错误的中观师，由于他不信有一个第八识具有圆满成就一切法的真实自性，没有掌握到
中道呢，它就是依于真心而显示的本实，因此他误会了中论的中道观行，以为观行一切法的最后结果到达的毕竟空幻无实，那就是中道，却不知道这样的见解已经是落入断灭中了。那他们把这样的见解呢，当作是最殊胜的，堕入一切空无的邪见中。错误的中观师他会因为他否定了八识的正理，所以说他就在意识里面呢，强行去分割出一个所谓的意识细心或是极细意识呢，来作为永恒存在的心体，这就是用来掩饰他们的断灭见。佛护、清辩、月称等中观论师都主张人只有6个识，主张一切法空，错误地坚持一切法都没有真实的自性，认为这是最胜法。他们大胆否定释迦如来在第2转法轮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所宣演的真如是自性真实的教示。有些错误的中观师，他更错解了第3转法轮经典所说的无自性，用它来否定第8识的自性，完全不知道如来是要学人在亲证如来藏以后呢，转依如来藏无我无所得的真如法性，不去直取第8识的真实自性，以免呢导致的法执难除，使得道业停滞不前，所以失色的无自性。因此我们要知道第8识它确实是有真实不变的自性的。错误的中观论师，不论是直接否定第8识，或是以第6意识为主体来涵盖第7、第8识，都是否定释迦如来所教示的每个人都有8个识的8识正理。当这些错误的主张流传之后，就形成了应成派中观和自序派中观的见解，都是不离意识的生灭境界。清辩论师他是属于自序派的中观师，佛护是属于应成派的中观师。可是不管是自序派或者是应成派呢，其实他们都是一样是六识论者，所以他们才会批评的一切论。那经过玄奘大师他造了慧中论之后呢，把瑜伽跟中观呢把它汇通了，把第2转法轮跟第3转法轮的法义把它贯通之后呢，这个狮子光呢就知道自己的错处在哪里了。那烂陀寺的所有的学人也都知道了，所以都一一的从狮子光这边转到玄奘这边，所以狮子光就很惭愧的离开那烂陀寺了。公元640年，当时乌图国有一位婆罗门叫般若菊多，造了一部《破大乘论》，破斥大乘佛法，认为大乘法空幻不实。有一些错解二乘法的学人信受这个说法，他们虽然信奉佛陀，却轻视大乘法，认定大乘法非佛所说。般若菊多他是师承于二圣人安慧论师的。安慧论师虽然是当时印度有名的唯识大论师之一，但是他主要是运用他自己的聪明伶俐在探讨佛法。那般若菊多他就追随安慧论师的错误见解，于是他写出了《破大乘论》。他主张呢，大乘法是空花外道，不是如来亲口所说的佛法。戒日王是当时五印度的共主，他虔诚信受大乘佛法。他有次到乌图国，听到二圣人举出破大乘论，对大乘法冷嘲热讽，实在忍无可忍，就写信向那烂陀寺讨救兵，请戒贤论师派高僧到乌图国辩论法义。于是戒贤论师选定了4位法师准备前往。玄奘大师和狮子光法师是其中的2位。
当时狮子光还没有离开那烂陀寺。当时在那烂陀寺里面有非常多的教学者，其中狮子光是属于轻便论师这一派的一个学人。可是从这里可以知道，在那烂陀寺里面呢，已经有错误的法义在里面了，所以显示当时佛法已经十分衰退。那像玄奘大师这样子的通达的人，就是非常的稀有了。玄奘大师发现到，其他3位要参加论战的法师都愁容满面，因为在印度公开法义辩论的规矩是，输的人往往不是自裁，就是要拜对方为师。即使未先声明，也要遵守以辩论现场国王所说出的规矩。何况可能错说一句话就败北了。所以，即使是学富5车的法师，也不免踌躇。于是，玄奘大师提出他的看法：二圣法的诸论，玄奘都已经学过，何况终究没有二圣法可以超胜于大圣法的道理。此次前去，就由玄奘先上场应战，必然可以克敌制胜。纵使输了，玄奘便说自己只是一位来自中国的法师，绝不牵累到那烂陀寺的声誉。大家听了，对玄奘大师的智慧与思虑之周全，无不额手称善。不过后来，戒日王又派使臣捎来信件，暂缓了法战的时程，论法这件事也就暂时搁下了。在等候的期间，那烂陀寺却面临了另一场挑战。有一位婆罗门立了40条的论述，张贴在那烂陀寺门外，公开要求论战。玄奘大师如何折服这位婆罗门？日后的屈女城无遮大会，玄奘大师又是如何处理真唯识量正理，让外道折服，并将大圣第一义谛佛法显扬于五印度？那烂陀寺会戒贤，慧光再起复盛会。参访圣君唱高义，独领于伽第1论。应承自序中观师，南会如来究竟义。慧宗论中显妙义，8世智理真佛说。开眼为是第1义，阐明真谛如来藏。大圣缘起阿赖耶，一心8世古今同。